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快打旋风 X 的科迪。这个游戏增加了很多的技能，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龟派气功。科迪应该有6、7个新加的技能。这是超级的龟派气功，这招耗气的就比较多了，但是它打的范围呢也比龟派气功要宽一些，Y轴的覆盖面比较广。冲拳，然后小的波动拳、旋风腿、升龙，这是科迪的这些技能。另外，科迪还有2招，有一招是召唤武器，但是需要1/3的血量消耗，所以说很少用。看这招龟派气功，它的就是打一条线，比超级的要窄很多，但是消耗比较小。因为这样有的小伙伴就喜欢宽的，有的喜欢窄的。看科迪的拳脚啊，如果不添加这个旋风腿的话，伤害真的是不够看。然后跑动攻击，这是他的武器，武器的话就是一把刀，可以平 A， 可以前 A， 然后平 A 可以接前 A， 2刀接一下呢，大概是半格血，这个就还可以，比较够看，而且呢。攻击的距离也比拳脚要远一点，拳脚的跑动攻击有点像双截龙的铁膝盖，但伤害就低很多了。场景切换，这样你的武器就没有。鉴于科迪的拳脚的伤害，再加上这招超级龟派气功的攻击范围和攻击力，所以科迪的打法呢就是主要蓄气，然后使用这招龟派气功了。上上下下能够窜线，但是这个游戏呢受引擎所限，这是一个 open board 引擎的，那么它的这些超杀全都没有无敌判定，经常被敌方的小兵的技能打下来，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机会。科迪还有一个强力的技能，非常强力。这个技能呢，我要留到第3章才用，现在别用。看一个龟派气功被小兵的平 A 就打下来了。这个游戏的难点主要来自于，好来了，说的就是这种小兵啊，刀手这个小兵的 AI 非常恶心啊，近身了他就滑铲，所以最好突进技打死他。或者呢，打倒之后进行压制。难度的第2点啊，来自于这个游戏因为引擎换了，所以它的手感啊、AI 啊和 FC 版完全是2回事儿。很多小伙伴刚一上手呢不适应。那第3个难度就在于一些 BOSS 了。从第3关开始 ，BOSS 会防御，就是那个拳击手啊，他会防御，在擂台上那个家伙。另外呢 ，BOSS 的 AI 也不一样了。然后第4关的 BOSS 更加夸张，一共上来5个啊！那里如果不用点特殊战术的话，肯定会挂的，而且挂不止1条命。另外，本作的最终 BOSS 也出奇的强，强的不像话呀！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一期，我使用最终 BOSS 的，那在最终 BOSS 那里还挂了1条命呢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几乎不吃什么套路。好，一发带走。第2关开场气势满了，所以开场咱们就放一个，这样公关的节奏还能快一点。好，来了，这个戴着这个帽子啊，我建议啊，这个颜色啊和衣服区别开来。前 A 这招伤害真的低，但好在机动性比较好。如果距离得当的话，这个刀手会使用飞刀来直接把你压到死啊，让你无法起身。而且呢，你用旋风腿的时候是不无敌的，就是没有无敌判定。
很多时候呢，你比如说打第4关 BOSS 的时候，4、5个 BOSS 一直压你起身，起不来，用超杀也起不来，只有他自己了。咱们用一个小的，用个细的。这回人多，咱们放粗的。柯迪的连续技呢，我经常用啊，3下 A， 抓住了之后3下 A， 再接一个前 A， 其实伤害也不高，大概1/3。他倒地了，我再续一发。这个蓄力呢，就非常怕小偷那种敌人。移动非常快，上来给你一拳就打断了，你的气也没有。就这种敌人偷了我一拳，身后也有一点判定，但是不多。这个游戏2个人玩就好，确实也能2个人一起玩，但是我找不到小伙伴。哦，你看啊，对空技。2个人的话呢，都使用比较狠的超杀，然后互相的 CD 时间错开一半，啊，这样就狠了。前4关的难度呢，一会儿看到第4关的 BOSS 就出现了。公关流程不太难，主要就是处理这个小兵，还有 BOSS。其他的小兵都是炮灰，只有这个刀手啊，你看他戴的帽子，你就知道他是个狠人。好，压了我2道飞刀，血已经没有了。过场点会加点血的。来了几个小改改呀，我全都要啊！一发是啊，来了3个，一发才收了1个，又来一个，我要打10个，再来一发，来粗的，好，全带走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AI 和 FC 版也不一样，所以说，如果能使用这种超杀把它干掉的话，最好还是用超杀。它走位就非常飘忽，你抓不准它的这个规律，和 FC 版不一样。啊，没放出去，给了我1刀。你看，它就不像原来的那种版本啊，定住一下，然后冲过来，然后给你一个打他的时间，这个没有。走位的话，他晃晃悠悠就走过来了。啊，我站这儿不动，你看他还往后退。要找准机会啊！找不准机会，可能又要挨砍。这次挨砍可能就被带走了。可以把他带走了。这招真的爽。那第3关呢，给大家演示一招更爽的。然后到最后一关呢，给大家演示一招，不能再爽的了。好，把他小兵扔下去。这家伙我让他自己跳坑。他的 AI 就是，你接近他，他就缠你，利用一下。好，这铁膝盖一起顶了5个。这危险啊，危险！这里差点挂了。这条路太窄了，他用飞刀来打我。好，又勾引下去1个。
来吧，隔着这儿打他。嚯，还有40%的血，收了吧。这种家伙太讨厌，加上地形对我不利啊。来一发，来一发，来了4个。扔下去可能他也没血了。来，这脚没踢到。哦，一个大招应该收不了1根血。这3个来一发吧。这个真的爽。这种小兵真的讨厌啊！看这一个 AB 的话，伤血就很高。那人群当中如果有这种小偷一样的敌人的话，我就不敢去蓄力，我肯定要跑开距离，但是他们移动速度又很快。这样可以来一发。快到 BOSS 了吧？到 BOSS 给大家演示他的召唤技能。召唤老婆的技能。所以柯迪这个角色呢，拳脚的攻击力低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来，咱们把这个位置跑出来放一发。哇，这个货这抗打。差不多了吧？这里清的，还有一波。哦，大概1格血能打80%以上吧。BOSS 战，咱们用一下召唤技能。这是召唤武器，然后还能召唤他老婆啊。他老婆的武器就是枪，大枪，而且是个穿透攻击，干掉了。这个枪的攻击力相当于柯迪一个超大。但是召唤的时长是有限的，就它跟你大概那么15秒左右吧，然后就没了。消耗的是气，我之前消耗血是因为我召唤了一下武器，召唤武器大概消耗1/3的血。有些 BOSS 确实拿着武器比较好打一点。攻击力更高，攻击范围也广一点。这里用刀的 A 和前 A， 这一下也能收半格血，也不错，输出性能也不错了，比柯迪的拳脚是靠谱多了。哦，这个货要缠我呀！我赶紧来了一发前 A。那从第4关开始，这个小兵的血量就下来了，就没有那么多了，好打多了。A 一下前 A。
全收了。好，这里就是本关 BOSS 的场景。哦，这里好险！哇，这个货真抗打呀！吃了一个大，还有1格多血。这小兵的血量也超过1格了，过分啊！吃了2发大，这就是 BOSS 了，我感觉。好，前方 BOSS 战，我先召唤一个老婆啊。好，召唤了武器，召唤个老婆，全副武装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呵，女人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以为背叛我了，这。我在这攒气啊，让他去打那些 BOSS。好，来一发。可以过关，不这样打的话，这关3条命不够。最后一关是这样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最后一关有3个场景，其中第2个场景巨长，那个地方我就给大家剪掉了，真的太长了。而且呢，那里要打前几关的 BOSS 嘛，就是比较卡普空的行为 ，BOSS rush 环节。然后呢，你就需要来回跑位进行攒气，那消耗的时间就巨长，非常的乏味。另外呢，这关我还悟到了一个召唤老婆的高级方式啊，一会儿给大家演示。这个我突然很兴奋啊，这招，因为我发现了这个气槽和召唤老婆之间的这个秘密。给他往中间扔，可以清完。所以把这个场景清完，咱们就进入最终 BOSS 的场景。用了一根细的，哦。没顶过他呀！这个敌人确实有的时候不好对付，他有一个特定的距离，你进入那个距离他就冲撞。来了4个兵啊！一个大下去才清了1个。再来一发，好，就有一个大概他前边1个身位那么远的距离吧，到那他就撞你，没有商量，跑出个位置给他们一发，再来一发！啊，他果然又撞我了。用大把这2个货也收了。可以，他的速度慢，可以任意的用大来收。好，最终 BOSS 的场景啊，这里我召唤一个老婆，召唤个武器，抓住之后 A3 下也能用刀冲到。好，咱们气又满了，看啊，所以呢，你又可以召唤一个老婆啊，所以这个真是个神技啊！但是呢，我试了啊，不能同时存在3个。就是因为它气槽嘛，你召唤2个之后，你再召唤第3个，第1个肯定消失了，所以同场呢，最多它就是2个也行了，是吧？2个总比1个要强，对吧？你想2个更能打，
好，一会儿 BOSS 的时候咱们试验啊，召唤2个怎么样？最终 BOSS， 但是最终 BOSS 太强了。上次我用最终 BOSS 打呢是没了1条命，看这回吧，看他的血量，我还有60%的血。好，我又召唤了一个，看2个啊，护驾保护我啊！这个老婆我不想努力了。哎，抓了我一下2下，哎，这就没了1条命啊，3、5秒的功夫。啊，我再来一个，再召唤一个，就等于用大枪来偷他。但是你老婆的枪呢，它也能防住啊，有的时候它是能防住的。好，再来1枪，挺危险的。挺危险的，这个货机动性太高了，你一个老婆呢很难击中他。好，干掉！哦，我这个满血啊，2个，那这浪费了2个哦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快打旋风科迪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